乌俄战争即将进入第2个年头时，火力军真的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毕竟在战争一开始爆发时，在俄罗斯情报部门有预谋的舆论引导下，在一开始所有人都认为这场战争最快几周，最慢几月就将尘埃落定，而乌克兰能撑这么久，真的有些不可思议。不过说到这儿，火力军就不得不提一句，在战争中往往也遵循着木桶效应。一场战争的胜利，往往不是你做的有多优秀，而是你犯的错有多少。在本期视频之前，火力军已经带大家分析了俄罗斯海军和空天军在整场战争中到底因为何种失误才没能在短时间拿下乌克兰。而在本期视频中，火力军将为大家开一个目前来说篇幅最长的话题，那就是俄罗斯陆军到底犯了什么错，才能让乌克兰撑到现在。毕竟在一场战争中，即便海空军再强大，其关键的前进占领也得靠陆军来完成。而本期视频的总结更是让火力军觉得，俄罗斯陆军但凡不是大错小错一起犯，乌克兰就绝无可能撑到现在。那本期视频，火力军就带大家从沙俄时期开始聊起，从部队建制、武器、技术、后勤等方面一起来分析乌俄战争中俄罗斯陆军到底有多离谱。想要知道俄罗斯陆军为何在乌克兰的表现如此不堪，我们就得追溯到一战，甚至更远时期的沙俄军队。实际上，熟悉俄罗斯军队的朋友都知道，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俄军陆军的步兵科一直有着所谓灰色牲口的绰号。这个绰号的来源正是因为沙俄军队的灰色军大衣。这个词原文应当为这一串，其形容的是身披灰色大衣的士兵们像牲口一样被将领们赶向战场的情景。并且在俄语的传统语义中，灰色还有劣质、不好的含义，所以灰色牲口的灰色也可以引申为军官们对士兵的恶劣态度。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因为俄罗斯帝国的农奴制的原因，这导致其军官和士兵的来源是极度割裂的。比如军官们就一定来自贵族中，而士兵们则一定是目不识丁的农民，能从士兵提拔到军官的人可谓是凤毛麟角。所以这就导致了沙俄军队在用兵的时候往往是不怎么珍惜兵力的，或者说真正负责指挥的军官只需要对他们的将军负责，而下层士兵的生命则是他们升官发财的工具。比如说在坦能堡战役中，为了抓住德军算错俄军动员时间的破绽，俄军第1、2两个集团军不得不在方面军司令日林斯基的命令下，以缺粮少弹的状态和德军进入短兵相接的绞肉状态。而由于两个集团的指挥官年老昏聩，在拥有先手突袭优势的前提下，反而被德军拖入绞肉战，打乱了阵脚。德军反而在近战中站稳了脚跟，巧妙地切断了俄军两个集团军的联系。到此为止，如果俄军指挥官能认识到被逐个击破的危险，向对方靠拢的话，那么坦能堡最终的结局会很难预料。但是历史没有如果，德军分割了俄军的两个集团军，从正面几乎全歼了俄第2集团军，并且部分击溃并逼退了俄第1集团军。德军以损失13000多人的代价歼灭俄军至多7万人，并且俘虏约9万人。所以俄罗斯士兵的灰色牲口之名也就由此开始了。今日又一国家被俄罗斯逼入北约。在当地时间3月7日，瑞典首相将瑞典加入北约的法律文件正式存放在美国国务院，标志着瑞典正式加入北约，成为北约第32个成员国。瑞典加入北约意味着波罗的海成为了北约的内海，而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将被北约直接封锁进波罗的海，成为一支存在舰队。而瑞典如此着急加入北约的行为，着实也是俄罗斯逼的。早在当地时间3月5日，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就表示，在北约在俄罗斯边境附近加强军事潜力，以及芬兰入约和瑞典即将入约的背景下，俄方已采取措施加强西北和西部战略方向的部队集结。这一举动毫无疑问是让瑞典决心加入北约的最后一根稻草。只是不知道绍伊古的语气如此强硬，如果真到了那一天，俄军又是否能遵照他的命令，对瑞典和芬兰这两个北约成员国展开特别军事行动呢？火力军对此表示，如果这一天真的来临，恐怕进攻北约成员国的俄军
将只有这位裱糊将将军吧。让我们静观事态的发展。在苏俄革命之后，似乎在列宁和斯大林的引导下，俄罗斯的武装力量从沙俄军队变为了苏军，但实际上其战斗能力的提升却不是线性的。在苏军中，虽然通过苏维埃革命颠覆了沙俄时期的贵族军官制度，但是苏俄的军官由于在苏俄建立初期吸收了相当一部分的沙俄军官，所以实际上军官和士兵之间的割裂依然存在。只不过由于苏联军校制度的存在，所以这个割裂从士官到士兵之间变成了高级军官到下级军官和士兵之间。为了彻底革除这种问题，也为了进一步提纯苏军的战斗能力，或是单纯为了清除异己，1934年至1938年，苏联展开了大清洗运动。在此期间，130万人被判刑，其中68.2万人遭枪杀。虽然这样的运动看似提纯了苏军，但是却枪杀了大部分有经验的军官，导致苏联的技战术水平瞬间暴跌。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情况不要太常见。更严重的是，这也让苏军的战斗力暴跌，一线士兵的战斗能力用土鸡瓦狗来形容都算好的。在这个时期，似乎也给日后的苏军乃至俄罗斯军队下了一个逃不开的诅咒，那就是对军队试图进行的任何改革都将会落得一个在事实上削弱军队的最坏结果。当我们将话题回到大清洗时期，就能看见一个惨剧，那就是苏军在苏德战争前期，因为没有足够有经验的指挥官代理，其地位甚至不如一战时期的灰色牲口，至少灰色牲口有战败逃跑的权利。而自从苏联的227号命令及著名的不许后退一步的命令发布后，苏军战士就面临着自身缺少训练、弹药和指挥，在面前猪突猛进的德军绝对会把自己碾成齑粉，而一旦溃逃被发现，则会被送进惩戒营去执行最危险的任务，比如肉身火力侦察、给进攻部队排雷，或者干脆就是拿炸药包冲锋。当然，对于一些从一开始就跟着斯大林的苏军老兵来说，惩戒营也不是什么新发明了。毕竟早在1918年11月，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就下令给逃兵戴上黑领带以示耻辱。但是前线已经陷入一边倒的屠杀的情况下，想要靠单纯的耻辱就限制住士兵对求生的渴望，显然是有些幼稚的。于是1919年1月，托洛茨基又采取了更极端的手段，即直接将逃兵编为惩戒连。据统计，截至1919年7月，军事法庭便给55000名逃兵判了刑，排开那些没走程序便遭枪决的倒霉蛋外，4000名被判死刑中的3400人被编入惩戒连。而从1919年6月到12月期间，苏俄军队又抓获15万逃兵，其中9.5万人被认定为恶意逃叛，5.5万人编入惩戒连，另有4000人在移交军事法庭后被枪决，还有6000人被送回军事法庭后又被军事法庭判决回到惩戒营。所以我们不难看出，苏联对于一线基础步兵的态度也是完完全全的消耗品，并没有因为政权从沙俄换到了苏维埃而发生了什么改变。也难怪斯大林在1941年和美国外交官阿尔弗雷德·哈里曼的谈话中可以大言不惭地说道，在苏联军队中，撤退比进攻更需要勇气。毕竟对于苏军来说，基层步兵的损失只是统计数字而已，而且这种漠视也蔓延在苏联的军队中。虽然一些方面军的惩戒连会因为其突击部队的尖刀性质，比普通动员兵拥有更多的，例如 SVT-40 和波波沙一样的自动武器，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其作为炮灰的结局。据第57集团军第一独立惩戒连的报告显示，该连从1942年8月至1945年9月期间，有3348人曾在该连服刑，其中阵亡率 23.8%， 负伤后未归队的则占 57.9%。只有 3.5%， 也就是117人能活到刑满释放。通过这两个板块的总结，各位应该也能看出，俄罗斯步兵的非人待遇也并非一朝一夕养成的，而是从沙俄时期开始就是这样。而这种将步兵当作消耗品用的行为，最终将在俄乌战场上付出惨痛的代价。可能有的观众就想问，苏联内部就没有改变这种问题的想法吗？实际上，苏联内部改变这种问题的想法还是有的，但是那个古老的积弊难改依然存在于苏联陆军的内部。更何况，由于苏联陆军一直想依托东欧对北约发起全面进攻，所以在冷战变热战的压力下，一切武器装备的设计和开发都必须依照着苏联陆军以前的老样子来，
这样才能最适合他的体系，在打仗的时候才能冲得上去。而其他的什么新玩意儿，只能等放再说了。等到了1974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现代意义上的精确打击武器，即美军使用宝石路激光制导炸弹切断了清华大桥的通行。在此之前，美军对这个重要的交通枢纽目标投下了数万吨普通炸弹，但从来没有起到效果。现在只需要数枚激光制导炸弹就能摧毁目标，也就意味着激光制导炸弹有着比普通航弹高出数千倍的战斗效率。战争的格局即将发生改变。在这个节骨眼上，苏联将军奥尔加科夫看见了改变的契机，写出了著作《历史教育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在文中，他认为每30年就是世界军事的一个大变革，就像线膛枪至于滑膛枪，飞机坦克至于步兵一样。而现在也是军事技术变革的时间，苏军也必须对这种变革做出回应。但是奥尔加科夫的理想虽然很丰满，但是现实却很骨感。这首先主要是因为苏军的陋习极多，积弊难改。在这之前，苏军的装备一直秉持着绝对的数量、相对的技术，不追求技术的先进，但一定强调易生产性和绝对的数量，以求使用数量压倒敌人。而现代部队，现在各位都知道，讲的是精兵强将，几千人就能完成之前1万多人才能完成的任务。而想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在科技上完成大跨步式的突破。这点对于苏联军事科技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经过冷战一段时间的发展，苏联的科研设施、研发思路、部队编制等已经全面定型，说的不好听点，已经全面固化了。想要完成科技的突破，就意味着必须撤裁老旧的设计局，替换掉落后的生产设备和技术人员。想要完成部队的改革，就必须裁撤冗余的机构，让那些平常在苏军里混吃等死的和无法适应新装备、新技术的统统退役。这就意味着苏军会一下失去上百万名现役军人和技术人员。更何况现代化合成军队并不比旧式部队更便宜，反而更费钱。精确制导武器、通讯、夜视等设备都需要白花花的银子来研发或者替换。我们聊到这儿也不难发现，如果当时的苏军和苏联领导人有魄力将奥尔加科夫改革推进下去的话，那么苏军说不定会在日后的时光中和美军平起平坐，甚至将冷战延续到现在。即使再不堪，也不会在乌克兰的泥潭中被打得满地找牙。但是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了，奥尔加科夫改革是失败的。这主要是因为奥尔加科夫反对苏军入侵阿富汗，这种质疑苏联高层决定的行为，可谓是对苏联高层的大不敬。更何况其军事改革确确实实动了很多人的饭碗，所以奥尔加科夫改革草草结束。而苏联或者说俄罗斯也失去了在几十年后的俄乌战场上以干净利落的手段解决乌克兰的最后机会。如果说奥尔加科夫军改的阶段，苏军还只是放弃了主动转型为现代化军队的想法，实际上并不能伤筋动骨。而随后到来的谢尔久科夫军改则是真真正正的噩梦。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联邦继承了绝大多数的苏军遗产，但是这笔庞大的军事遗产并不是有利因素，而是严重的负担。我们都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有很多军事单位虽然纸面上好看了，但是每天一睁眼都是100多万张嘴要吃饭，任谁都会是一个头两个大。如果说吃饭还能让士兵自给自足，那坦克、装甲车、大炮和战机的油料、弹药和维护用的零配件是没办法从地里长出来的。所以谢尔久科夫军改的第一个要素就是大面积裁撤俄罗斯自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武器装备和人员，让俄军的装备更精简。在精简了这些人员和武器装备之后，再花一笔比较小的代价为俄军的技术装备进行升级。这一点实际上也是在战场上获得的经验。因为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虽然也打赢了2次车臣战争和俄格战争，但是这种胜利依然是苏联的杀鸡牛刀模式，使用绝对的力量碾压获得的胜利。并且由于俄罗斯还不是以前的苏联，所以在低下的装备完备度和低技术水平上来说，虽然3次战争都是以弱胜强，但是在交换比，尤其是第1次车臣战争的交换比上是非常丢人的。所以这就是谢尔久科夫改革的契机。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纸面上，谢尔久科夫改革的数据是非常好看的。这次改革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将俄苏几百年传统的陆军师和团为战役基本单位的模式转变为以旅为基本单位。
如此一来，战役战术指挥实现了3级体制，其命令的下达获得了很大的便利。而且凭借这次编制的改变，谢尔久科夫裁撤了一批非常冗余的军事单位，结结实实的给俄军来了一次大升级。但是事情真的有那么简单吗？可能已经有观众开始笑了，毕竟在俄乌战争开打之后，互联网上对谢尔久科夫改革的最大评价基本上就成为了一刀砍在了大动脉上，并且这个大动脉还是谢尔久科夫的出身所在，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都知道，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经济状况一直算不上好，即使是谢尔久科夫军改时期，国际油价有所涨幅，让俄罗斯财政有了可观的结余。但是别忘了，谢尔久科夫改革可是改了俄军、海陆空3军，这些财政结余虽然可观，但是比起改革需要花的钱，可谓是杯水车薪。那让俄军从盾斧变成利刃的谢尔久科夫军改，钱到底从哪儿来？总不能是谢尔久科夫本人的小金库吧？这就是谢尔久科夫军改。在现在看来非常整蛊的一点，那就是谢尔久科夫将裁撤的刀砍在了俄军的后勤单位上。自苏军成立伊始，苏军的后勤装备很依赖于铁路线进行补给，这主要是因为俄罗斯地广人稀，春季的烂泥将会让非硬化路面寸步难行，所以不受季节影响的铁路是苏军最佳的选择。但是铁路非常依赖于完好的铁路线，铁路线这东西又是会轻易被破坏的运输路线，有些破坏铁路线的手段甚至不需要爆炸物，而只需要取下卡子，使用钢锨将铁轨移位，火车的自重就会把自己带脱轨。所以苏军除了火车之外的运输手段，自然而然的就成为公路运输。而苏军对公路运输的依赖程度，又是那种能用卡车绝不用其他工具的运输方式。所以苏军在漫长的冷战时期拥有了一支庞大的汽车兵后勤部队，而由于卡车运力有限，所以苏军的卡车后勤是相当庞大的。这个老传统主要是二战时期由租借法案援助的大量美制卡车的使用经验所得出的。在苏军于1945年对远东日军的进攻中，为了保密，除了重型装备外，轻型装备和人员更多的是使用卡车来运输的。这要从苏联的欧洲区域横跨6个小时的时差，到达苏联西伯利亚的远东地区。但即使是这样，在卡车的出色运力下，苏联也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完成了全部的战役发起前准备，其卡车后勤部队的运力由此可见一斑。但是各位观众应该能猜出来，如此大的卡车运输能力是依赖卡车的绝对数量来达成的，而俄罗斯时期维持如此之多的后勤单位，很显然是对财政的严重压力。所以谢尔久科夫军改中对后勤单位的变动可谓是相当之大，因为俄军在这个时期没有比车臣与俄国更大的战争，所以自然也不需要之前为庞大的世界战争所准备的庞大的后勤卡车团。然后以这个理由，谢尔久科夫裁撤了俄军后勤补给给单位中的大部分卡车，并且这些缺额使用民营公司竞标的方式来补齐。这个故事中最整蛊的是，谢尔久科夫在刚加入苏军时也是开卡车的，所以这次倒也算是谢尔久科夫对自己人动刀了。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在当兵的时候有哪个排长或者营长欺负了他，导致他怨气如此之大，所以在当上国防部长之后，就一刀给后勤部队全部砍完了。当然，调侃归调侃，俄罗斯在俄乌战场上的惨败，到此为止补上了最后一块拼图。可能很多的观众都会将俄乌战争的失利归结到被戏称为裱糊匠的绍伊古身上，但这实际上并不客观。绍伊古确实并不应该负责俄军在俄乌战场上的全部失败和责任，因为谢尔久科夫改革的弊病更是严重。其中的重要一点是，不管是谢尔久科夫还是绍伊古，都将俄军从架子部队变成了样子部队。如果说在刚解体的那几年里，俄军只是虚胖和浮肿，经过2次改革下来，俄军就变得有些营养不良。那为什么即使是最乐观的北约军事相关人士都无法预料到俄乌战争期间俄罗斯的拉胯呢？这主要是因为谢尔久科夫和绍伊古将俄军变成了样子部队。谢尔久科夫的精兵政策被绍伊古发扬光大，在原本的俄军旅的基础上搞了一个营级战斗队，也就是 BTG 出来，将一个旅中的战斗、技术骨干和先进装备都整合进一个营中，那这个营的豪华程度可想而知。但是如果 BTG 遭受重大损失，那么俄军剩余的这个旅到底还能保存多少战力就很难评价了。
当然，如果俄军高层知道他们未来的战争会打得这么艰难的话，一定不会批准绍伊古的改革。但是在那个时候，所有人都没有预见到战争的恶劣。另外一个情况是，经过 BTG 改制的俄军确实在门面上比较好看了，而且 BTG 编制比较精简，所以俄军在面对一些小规模冲突，比如叙利亚打小朋友的情况时，在 BTG 绝对的火力优势下发挥的确实不错，所以俄军 BTG 的试点才能继续推行下去。如果没有乌俄战争， BTG 这种门面上好看、宣传上好听、实战欺负小朋友的编制，或许并不会暴露出问题。然后直到某个国防部长上台，再推出个某某某改革，把 BTG 的编制替换掉，这样就最终无事发生。但是还记得我们在之前说的诅咒吗？俄军的任何改革在当时看上去或许很好，但是最终总会落得一个实际上削弱军队的下场。虽然 BTG 看起来真的是俄军目前的版本答案，但是俄乌战争爆发了。当俄乌战争爆发后，俄军实际上陷入了一个很尴尬的境地。陆军实际上并没有做好任何的战争准备。由于一个旅最精锐的单位就是旅合成营，由于军事人员的培养需要大量的时间，所以旅合成营内组成战力的多为军方的合同兵及职业军人。而俄罗斯还有一种士兵即义务兵，也就是服义务兵役制的士兵。这些士兵大多来自俄罗斯的不发达地区，当兵也是一种养家糊口的选择。而当俄乌战争爆发时，由于灰色牲口的优良传统，俄军对广大的义务兵部队隐瞒了进攻乌克兰的计划，而只是宣称军事演习，这就导致很多人根本没有携带足够的给养，武器弹药更是捉襟见肘。而很显然，这场战争的指挥者也没有想要给灰色牲口们准备足够的给养，因为在他们的计划中，乌克兰在1小时22分钟之后将成为俄罗斯领土的一部分。在 BTG 的进攻中，不对劲的迹象开始显露。因为保密的原因，这次的进攻几乎没有告知任何人。民营的后勤补给公司可以在和平年代为军队补给物资，一些挣钱比较多的也可以在战场上相对安全的基地里为军队开展后勤服务。但是绝对没有哪个不长脑子的在枪林弹雨密布的情况下，穿越可能被伏击的补给线为军队运送给养。所以在开战后，俄军的后勤补给几乎已经陷入了瘫痪的状态。枪支弹药还好说，坦克和装甲车的油料的短缺非常要命，因为现代部队的进攻力完全靠这些铁疙瘩来提供，而俄军自己的补给单位由于谢尔久科夫一刀砍在了大动脉上，于是就算他们拼了命也无法维持哪怕旅内 BTG 的补给，更不用提补给线上还有乌军的伏击。所以我们就能看见，当俄军一路凯歌高奏时，他们丢下的东西也越来越多。首先是营里的指挥车和电子对抗车等辅助车辆，然后是让步兵放弃装甲车和卡车等轮式载具，将油料集中再凑一下。等坦克也没油的时候， BTG 也就丧失了自己全部的进攻能力。而当 BTG 丧失进攻能力的时候，这个旅的其余兵力正在被军官像赶牲口一样赶向战场，或者说预设好的屠宰场，然后在火力往下变成一群货物200。当然，这只是苏军或者说沙俄军队从一开始就存在的问题。另外，在俄乌战场上，俄军另外一些事情则更加让人大跌眼镜。比如处于战备状态的部队拉动时，坦克的爆炸式反应装甲内部竟然根本就没有爆炸用的装药和抛板，里面只有用于支撑表面不垮下去的硬纸板。而更好笑的是，虽然俄军 BTG 号称是俄军内部整兵备战程度最高的单位，但是在战争刚刚爆发时，一部分坦克和装甲车甚至没有微光夜视的观瞄设备和驾驶设备，更不要提红外热成像了。除此之外，我们也能看见一些俄军部队在进入乌克兰城镇之后，首先的事情不是确保安全，而是一股脑的去居民家中和电器商店里成群结队的抢劫包括洗衣机、手机、冰箱和微波炉在内的电子产品。而等一些人向乌军投降之后，我们才能发现，这些人基本是来自俄罗斯贫困地区的士兵，而这些负担了俄军伤亡最大的士兵，也是俄军作战力量中间的士兵。很多人的工资甚至买不起这种日常的家电，然后他们就在异国他乡变成了灰色牲口和货物200。在这里，火力军必须援引一句他们不在老去中的话：老头们宣布开战，但是战斗和死亡的都是年轻人。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有任何的补充或者建议，欢迎发到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